这是一个大学生剧组，明明夏天都快来了，而任性的导演表示他想要一个雪景，没有预算的年轻制片不敢反抗，只能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案。只要几十块钱买一袋雪粉，或者200块钱买一个雪花机，你的确能够收获一个还算不错的入门级的浪漫雪景。你看是不是还行？但是同时你也会看到这一片狼藉的地面，而这一次无步更省心的米波洗地机愿意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麻烦，于是我们一拍即合。我们今天将从最简单的造雪开始，来一步一步加码，和你一起来探索影视行业造雪的秘密。首先，影视行业通常不会用到滑雪场里用的那种造雪机，那些设备本质上还是让水泥捏成细小的冰晶，和真正的雪一样，温度高一点立刻就融化了。而影视行业里的雪为了方便拍摄，要能维持几小时甚至几天不变样，更需要一致性，所以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人整出了很多以假乱真的方案，有一些还是比较阴间的。那像1925年查理卓别林的《淘金记》中使用了工业盐和面粉来模拟雪，那幸运的是没有发生粉尘爆炸。而30、40年代《绿野仙踪》等电影之中，他们的天才道具是说，我发现这个石棉很像雪，不如我们就用它吧。于是真的采用了石棉作为飘雪，但是几十年之后，你看这些锋利的石棉已经被列为了一类致癌物。那除此之外，这些早期的天才道具师还用过棉花、泡沫粉、大理石粉各种材料，这些材料既不环保也不够安全，不是很适合。那到了今天这个时点，造雪这件事已经容易多了，只要一台泡沫雪花机，你就能够成为你家楼下的终极孩子王。只要把水、椰子油制成的雪花油打成泡沫喷出，不仅不用手动来撒，还能够自由调节大小，好用的很。但是缺点是，你看这个泡沫雪花会把演员的头发还有衣服打湿，这拍近景也很容易看到颗粒感，落到地上也全是堆积的泡沫。那这时候用米波无步洗涤机清理，只要一推一拉，前置机械臂自动升降，干净不残留。那如果导演一定要拍近景怎么办？你可以选择撒一些雪粉在前景，这颗粒感会小一点。我们自己在拍摄短片《刺福斯》的时候，就用了人工撒雪粉的方法。那像这个镜头，前景部分的飘雪就是工作人员手工撒的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假，但是也算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那学到了这么几招，有了一点预算的导演，这时候觉得自己变强了。这一回，他要给一对新人拍一个浪漫的雪地短片。他说他要把前面这一条街都给铺满雪。制片傻了，毕竟之前学的雪花机和雪粉对于这种场景完全没有作用。想要实现这样的雪景地面，并且不穿帮，地面就要全部铺上人造雪。那什么东西可以人造雪呢？制片挠破了头，查遍了资料，找到了一种叫做硫酸镁的材料，可以用来铺地面。这是一种颗粒状的白色晶体，被广泛应用在电影、电视剧来铺地面的积雪，铺在地上，脚踩上去，无论是脚感还是声音，这都非常接近真实的雪。那制片在掌握了这个技能之后，总算搭出了这么一个场景。你可以来评价一下这个积雪效果怎么样，看起来真不真？哦对，这次出演这个短片的义军和子璇是真的这个月要举行婚礼了，所以欢迎把祝福打在弹幕之上，替他们感谢你。硫酸镁的效果说真的还是挺好的，当然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它相对来说在外景的时候容易污染地面，所以并不是最泛用的。远景的地面你也不可能全靠硫酸镁，这玩意虽然单价不贵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光铺这么一个500平的室内场景，就需要运来半卡车的硫酸镁，直接把导演给惊呆了。那如果你要实拍一个大的场景，肯定没法全铺上人造雪材料。你可以猜猜看最便宜的方案是什么？那答案就是这种丝棉材质的雪毯，很多电影里都能见到，只要这么一铺，远处又会多一片雪地。那国内之前也有过用尿素来铺地面，也就是化肥。说真的，这个效果看着还可以，但是相信闻过那个味道的人是不会愿意再闻第二遍的，非常恐怖。留在拖把上更是拖哪留哪。而这次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使用了米波无洗涤机，无拖布设计就不会担心尿素残留，也不会有异味还有发臭的问题。
那在这个拍摄过程之中，制片总算把雪景地面给解决了，但那些路灯上伞上的落雪该怎么办？硫酸镁这种颗粒是挂不住的，制片自己琢磨半天也毫无头绪，最终拉来了专业造雪的道具团队。那道具老哥说这个好解决，他拿出了一种人造雪材料，也是电影里经常见到的，这种雪叫做 Snow Cell， 你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，我之前也没听过。这是由一家专业影视造雪公司 Snow Business 发明出来的环保可再生的纸浆雪材料。只要把纸浆雪放入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型设备，再混合水高速喷洒出来，就能附着在物体表面，营造出非常逼真的积雪效果，用来模拟树上、窗户上的积雪，再合适不过。那像之前路灯上的积雪就是用的纸浆雪。这种技术最早用在1984年《狼之一族》的电影之中，随后在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电影之中也使用了，之后就迅速的流行了起来。那其实不管是硫酸镁还是纸浆雪，它们都不适合作为飘雪，这里也有门道，毕竟这两种材料飘起来都不像是雪花。那道具老哥说这也有专门的解决办法，于是呢拿出了2种目前最高级的材料，环保树脂雪和环保食用雪。这2种都是看起来蓬松很多，用风机吹出来都和真正的飘雪很相似，拍近景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容易穿帮，就简直是导演的快乐雪。那可食用雪对演员会更加友好一些，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张嘴的场景里面，比如这种。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，我怕夏洛误会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总之，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人造雪材料来帮导演实现他的下雪梦。那相比真雪，可控度要高太多太多。积雪用硫酸镁，物体表面落雪用纸浆雪，飘雪用树脂雪和食用雪。这个方案听起来非常的完美，对吧？但是你得注意，这个时候你得警觉了，在影视行业里面，任何方案一旦和完美沾边，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，就是贵。像前面义军这段浪漫的片段，为什么只有这么短？不是我们不想，而是因为导演发现这么小小一个片段，稍微 NG 几次，材料费就会飙升到2万多块钱。要是一个电影里面有10几分钟这样的桥段，导演在任性，要场景大一点，那真的就是在物理层面撒钱，不开玩笑。所以在和导演制片几番拉扯之下，后景部分我们还是用了前面提过最便宜又好用的泡沫雪花机。那不过这种湿哒哒的泡沫和各种人造雪材料混合之后，粘在地上用普通的清洁工具清扫，坏了好几个都没法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。幸好采用了领先无步清洁技术的米波洗涤机，这次帮我们这个小剧组解决了大麻烦，只要一推一拉，顽固污渍瞬间消失，就这种犄角旮旯也不在话下。这还是之前那位导演，现在他又成长了，有了这么多造雪经验，他觉得自己行了。他说制片，这回给我整一个电影感的大场面，先给我来一个一望无垠的雪原，再来一个演员，再给我来一场暴风雪，还有电影质感的。制片傻了，看了看预算单，直接离职。你要知道，实拍大场面的雪景和之前的拍法又完全不一样了，这预算不是闹着玩的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库布里克当年拍《闪灵》的时候，小男孩在这个树林迷宫里面躲避，拿着斧头大把的那个场景，光周围的积雪就用了900多吨的材料，900多吨，450辆小米速七，排站这么重，但这个雪景的价格就不止450辆速七了。好不容易从离职边缘被劝回来的制片，又硬着头皮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如果你想拍暴风雪，比较重要的是前景的飘雪，这就不是之前的一个小的雪花机和风机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起码得有2个这样的大号风机，一个负责整个场景的漫天飘雪，另一个负责聚集风力，对准演员，再加上周围各种小的风机，才能有那种狂风乱作的感觉。雪、风机、烟雾齐上阵，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年轻的导演和制片确实也整出了一版暴风雪，但是青春版。吴三到底在哪了？当然，实拍在今天已经不是唯一的解法了。视效造雪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不管是天上的飘雪、地上的积雪，还是远处辽阔的雪景，都能给你做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将来进入影视行业，你和视效师说哥，我前景来点雪就好，那他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，分分钟就能做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和视效师说我后面这里都要铺上雪，再要来个360度大环绕，这才炫酷，对吧哥？快点给我做一个。那这时候视效老哥很有可能直接把你的头打爆。因为如果涉及到空间角度发生变化，特别是远处地上积雪，叠素材就没法用，必须要 3D。你需要先用 ScenesEyes 或者 F-Track 软件反求摄影机相机，配合场景扫描模型，再进入胡迪尼来制作并且渲染这些粒子，最终再合成上去。所以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，很多时候远处静态的积雪要比天上的飘雪要难做得多得多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才只讲到了造雪的入门阶段。
关于造雪还有别的很多的办法，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办法展开，那你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讨论。那无论是情书中被白雪覆盖的浪漫小城，还是流浪地球中的暴雪末日，雪在不同导演的镜头之下，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气质，总是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。虽然你看到的雪可能不是真雪，但为了能让它呈现雪的质感还有氛围，从导演到道具师、摄影师、灯光师，真的有无数工作人员默默付出，只为了让你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。我相信你的心中也会有一场特殊的雪天，可能是你经历过的，也可能是你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。它轻轻飘扬而下，却洒落在无数个记忆的瞬间里面。那最后，再次感谢米博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能够在4月的杭州也能拉上公司的小伙伴们快乐的玩雪。米博原创水气旋技术，采用高分子 PVC 地刷设计，搭载了洗吸双强超净洗平台，脱酱油不抹开，吸头发不缠绕，免烘干不发臭，真正做到了无布洗地，一次净。那此外，在清洁后的体验方面，米博全新的水汽双露除菌、微晶蓝双离子除菌设计，使自清洁更彻底的同时，能够保持污水箱3天不发臭，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也不用担心细菌滋生或是残留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影视行业内容，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